像很多我的同伴们，可能他们现在就会觉得说I wish I focus more on my Chinese， 就是因为很多 immigrant family 他们刚刚到美国嘛，他们当然是很希望可以融入，所以他们可能会故意就是在家里面也讲英文，反而孩子的中文都不好，他们都不会讲中文。但是现在社会其实改变了，就是如果你是双语都很强，是更有价值。Melody 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 Melody 家庭。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alking about parenting， 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实在很大，但是我就想说今天可以来一个不一样的 perspective。I'm curious about what parenting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mmigrant family， 就是你们是 Taiwanese American， 你们台湾嘛，然后你们去美国读研究所，在那里认识，然后就在美国生孩子，抚养他们长大。我觉得这个也就带给家庭有不一样的一些挑战，因为孩子跟父母亲讲的语言不一样，很多 ABC， 像我跟弟弟就是 ABC 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美国人台湾美国人，通常 ABC 的中文就不太好 right， 因为他们所有的环境都是讲英文的，那所以 language barrier 通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孩子可能会轻视吗？就是小看他们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仍然英文不好这样子。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culture barrier， 文化上的区别。那你们觉得在你们抚养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们怎么去克服？Did you feel like it was a unique problem？ 其实我们也只有在美国养你们两个嘛，我们也没有在台湾，所以我们也没得比较了也是啦，所以你这样问我也不知道说我的经验算不算是比较特别。也许因为可能在台湾他们遇到的不是语言上的区别，但是还是会有就是隔代性的区别，就是 generational， 反正每一个世代每一个 generation 都会有不一样，so it's just an added challenge, I guess。 我觉得首先讲到语言呐，我觉得是一定有问题哈。像你们是在美国生的哈，你真的是美国人哈，所以你从小的 first language 就是 English。那我们的话，我们是从台湾去的，我们的 first language 是 Chinese。好，那像我跟爸爸的话，我就知道爸爸的英文就比我好很多。好，那爸爸就是从小他受的英文教育啊，然后后来出国，他的性格他又很敢说，又很敢去跟人家就是 talk， 他很适合当美国人这样，样他很适合当美国人，他很融入。对，那我就觉得我在语言的上面就真的很害怕。那你觉得这会影响到你跟孩子的关系吗？我觉得因为我们后来是 homeschool 在家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我碰到的困难就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在家我们真的都是尽量讲中文。那自己孩子嘛，自己在家里讲英文，我好像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好，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因为 homeschool 在家里面，可能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冲击吧。爸爸觉得呢？我必须要讲啊，那个 Melody 的中文这么好，还可能我是很难得的，还可能跟我做的一个梦有关哦。如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搬到加州了， Yeah。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就是英文中文都是这样掺杂这样子 Chinglish。 Yeah。 好，那你们跟我们讲话都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这样。可是我有一天我就做梦，梦到说我们到中东，我还梦里面还蛮清楚，我们是在中东，我们全家人去做宣教。
然后突然就在梦里面就看到一群就是真正的那种恐怖分子拿着枪就冲进来要抓人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就用中文我就喊出来，我说不要说任何英文，我说这个关乎生死这样，然后这好像就是我用中文在警告你跟弟弟，就是说如果你讲英文他们会觉得你是美国人，会把你抓起来，但你如果讲中文，你如果是纯粹的中国人就比较安全。不晓得为什么我就做那个梦，后来我醒过来之后我就跟张伟说，后来我们也就跟牧师讲，牧师就说好像是个警告，你要让你的孩子学会讲完全的中文。那时候我们在教会也是这样子被教导哈，我们是一个中国教会在美国，那时候我们的牧师哈也是一直就是劝诫我们，他说你们孩子的英文一定会在学校在这个社会里面会学到，但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的中文你如果家里不讲，是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学得好的。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我要在家都要讲中文。其实这也是代表你们或者我们那时候教会也有蛮有未来的看见啦，在两方面，一个负面的像你说，因为有些人可能的确就会歧视或者对美国有负面的印象 right？ 就是像中东可能真的就是对美国不是太良善，所以如果你只是讲英文的美国人，他们可能就会歧视你，这是一方面。那还有正面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真的看到就是亚洲越来越成为美国就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焦点，所以你会讲中文是很加分，you know？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大部分的人会有这样子的看见，所以你们那时候有这样子的决定，就是要提醒我们或者重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棒，是很赞的，因为是蛮先知性的哈。因为想起来像很多我的同伴们，可能他们现在就会觉得说I wish I focus more on my Chinese，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immigrant family 他们刚刚到美国嘛，他们当然是很希望可以融入新的文化，所以他们可能会故意就是在家里面也讲英文，就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的英文很好，所以他们更不会讲中文，反而孩子的中文都不好，他们都不会讲中文。但是现在社会其实改变了，就是如果你是双语都很强，你这样子是更有价值。So 我觉得也许这个影片也就是鼓励我们买 ABC 的brothers and sisters， 就是小朋友啊，就是不要放弃你的中文，你的爸爸妈妈想要你讲中文是好的事情，以后你不会后悔的。但其实现在我也发现更多的年轻人都在学中文啦，so that's good。而且我觉得就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immigration 哈，就是我们这个移民的这一代，好，那其实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英文不是这么强的，好，不管爸再多好，我们都还是很有腔的啦。我们就是有这个腔的，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勉强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教我们的孩子，好，其实也教不了。我看到好多的家庭哦，就是一直希望说孩子英文学得好，就大家就都一直是勉强的去讲那个，有的时候是轻 English， 对不对哈？Heavily accented， 对，就是很多的 accent， 然后其实又讲得很不容易。It's actually反而引起第二代的，就是可能慢慢长大之后的反感，就是说你又讲得不够好哈，还有就是常常讲，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真的也是我们在家就是执意的，很希望有时候爸爸很习惯就跟你们讲英文，我都要一直要提醒他，我每次都提醒他，我也会提醒他讲中文，不然孩子没有机会学。我是在跟你们讲英文，我也在学讲英文。他在练习讲英文，或者因为有时候我们讲的话题就是比较是英文的话题啦，或者 it's hard I don't know， 或 maybe that's what I think， 但是要翻成中文的确是比较不容易， even for 爸爸 sometimes。
其实我想到可能也是有另外一个层面啦，maybe it's worth mentioning， 因为其实 immigrant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different reasons for immigrating to America。那你们明显你们去美国就是因为你们读书 your intellectual 的 prowess，OK， 你们是因为你们的 intellectual value， 然后美国也就收留了你们，然后就觉得你们可以这样子提供给美国社会是 intellectual value。So actually in this area 你不会期待你的英文会差到哪里去啦，因为你们就是来美国读书的。There's also a lot of immigrant families， 他们是来美国做生意。那 for example, I mentioned the comic Jenny Yang the other day. 那 her parents moved to Southern California to do business. 那他们的英文就更明显是不好的。那其实在加州更是，就是因为加州很多华人，我们也认识，我们在以前教会里也认识，可能真的就是可以住在加州20、30年的华人，还是英文很差，不需要讲英文，就是完全可以不用讲英文。So I will say 其实 immigrant family there are different levels， 就是你们的英文真的还是算是好的，因为你们必定在美国也读了4到6年的大学，4到6研究所8年的大学，研究所跟 PhD right， so that's an advantage， yeah，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提出来了。像我是学音乐的嘛，我的英文都是很多都是学术性，但因为我从小其实我就很喜欢看外国影片。所以我们家的英文都不差，从小到大虽然我们没有说很专门去学英文，但我们的听力啊讲话我都觉得是 above average 了。对，但我觉得就是那时候真的在教会，我觉得我们身为移民的这一代我很庆幸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是讲了很多中文带着你弟弟虽然就是比较没有那不多的机会练习，但他毕竟第二 second child 就不像老大，真的。因为老大 because I mean technically if we're gonna get into it, my first language 应该还是 Chinese 啦，因为我一出生就是先跟你们才会学习讲话，但是in another sense my mother tongue is English， 因为我更顺就是英文。But my first language 应该是 Chinese 啦 right? Because what I mean by like chronologically 就是我一出来你们跟我讲的就是中文嘛，所以通常老大都是这样啦，就是老大通常父母亲的语言就会比较顺，然后第二个就是跟老大讲话就不用讲太多，他都跟你讲话都讲英文了。Yeah, that's usually how it is. I have a question 就是 when it comes to like immigrant family and we are Taiwanese American， 你们移民到美国之后，你们会有那种概念就是想要保持你们华人的文化吗？你们有这种想法吗？就是有一些可能 Chinese families they want to like preserve tradition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你们会有这种概念吗？还是你们一到美国你们就是很想要就是融入？没有特别，我们自己吗？还是讲到对你们的教育有差吗？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意思说我们会特别教你一些中文的东西吗？ Yeah。 有吗？好像我们就是有送你们去上中文学校，也是但是好像没有特别帮你们去准备一些什么中文的什么词典啊，什么故事书啊，因为那时候你们也都看不懂，你们能够学几句简单的中文，那时候我们就蛮高兴的了。或者像华人文化有什么样的 tradition 或者 custom 那种东西，这个好像我觉得我们做的都太少了。你觉得你会是什么样的东西呢？因为其实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of it， 可能很多这种所谓华人文化或台湾文化的东西，其实还是跟那种宗教有关的，像那种因为我们就没有嘛，因为你们来的时候你们是无神论，所以但是连历史我们也都很少跟你讲呀。的确是台湾历史啊，台湾啊，中国文化历史啊，这些的确也都没有教你们嘛，因为你们学校也都没有教嘛。
I mean, we learned about Taiwan in our textbook, World 我觉 History. 得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那时候就信主了嘛。我觉得我不太有什么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的这样子的approach 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我比较都是讲天国文化。Yeah, 天国文化 Yeah. 我好像没有说一定要讲，好像跟你们讲多一点西方文化，我也没有。So you 我 weren't 们 trying 家 to 比 be 较没有 American. 所谓政治立场的事情啦。 Yeah, 要 yeah. 我们在国外的话，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马来西亚，大家都还蛮那个的，因为我们真的就是融入的，教会的生活，不会特别，至少天国的我们那个文化教会，不太去分什么那个，有些教会在美国就还政治立场很有政治颜色这样子，我们是没有。And also 我们家我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看过电视，我们其实也很少看新闻，所以不管是美国新闻或者台湾的新闻，我们也都不太去看。Yeah. And also I feel like 爸爸你自从到美国之后，或许你来到美国之前，你也都是在听很多英文流行歌。Right, so actually, I do feel like 你融入美国蛮厉害的，就是你也没有再去吸收很多台湾流行的东西。呀，的确，到了美国就完全接纳了这个美国的文化。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那爸爸又是在台湾，又是建中，又是台大，然后他们的这个 generation 跟这个 trend 都是被西方文化影响的非常厉害的。你要不要讲讲？你们那时候是什么样？因为我是听英记得文歌，因为我记得，其实我那天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在聊，他也是年龄比较大嘛，然后他就讲说那个时候在天母都是外国人，你如果出去走路，天母都是一大堆都是外国人。那段时间台湾就是非常西化，Yeah， 然后 ICRT 就是。English station 每一天会有3 million people tune in， 对，所以那段时间，也就是你们在成长那段时间，其实西化是很强的。但是之后你们出来，然后那时候你们到了美国，大部分的华人学生都是台湾人，对不对？对。And then later 大陆就开始开放，然后很多就是大陆的人，然后很多台湾的外国人就到了大陆。所以，那你有没有讲讲那个时候你们的经历是什么？就是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台湾就从联合国就退出了，就是因为联合国就接纳了中国申请加入，然后台湾就退出联合国，然后之后美国就跟台湾就断交了，就跟中国建交，就等于就 abandon 所以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其实都很想出国，就是说好像觉得台湾整个政治的这种 shaking 很不稳定嘛那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几乎大概年轻人都想出国，都想出国。然后那个时候像你刚刚讲这个美国的流行文化啦、音乐啦、Beatles Rock and Roll 所以我从小都是一边学这些歌，然后听 ICRT 听这些，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啦，就是一心想出国。所以说实在话，我后来几年前回台湾这个完全不在我计划里面的。我原来出国以后其实就没有想要回来的。说实在真的。我觉得是上帝做工，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回来的。即使我从小我们在花莲长大，我们也都是要学英文然后听英文的电台啦，也都是这样。那也都是念完大学，好像班上我们学校几乎都是一半以上都是准备出国。所以像刚刚美美讲，你是那时候台湾好像是美国留学生是
大部分 Yeah, 在各样的好的学校都充斥着台湾来的留学生。没错，光是我们那个学校一年就是200多，伊利诺大学那一年200个，但现在几乎都快没有了，现在都是大陆的或者是其他国家哈。你觉得是因为这些其他国家赞助了这些名额，还是台湾学生越少出国啊？现在因为台湾的那个台积电啊，就是科技啊，很好，薪水高了嘛，所以大家就觉得不用出国了，我们在台湾就可以找到工作了。我觉得大陆的学生也很优秀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比较，因为那时候大陆没有开放嘛，所以真正大陆学生很少。但是后来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再回学校，我们就发现哇，都是大陆学生，而且都非常非常优秀，还有印度学生，印度好不得了，都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可能真的就占据了比较好的名额。那时候真的整个比较来讲，整个中国大陆最优秀的孩子都出国，就是 later on 了啦。那当然台湾的孩子可能在那个时代就没有办法，没那么吃香了，对，没有那么吃香了。Yeah, back to the parenting thing. 那你们觉得，当然你们就留下来了嘛。你们一毕业，然后爸爸就在德州就有了工作。后来是我10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到加州，因为你就 transfer to Silicon Valley。那所以你们当然就一直计划就是在美国生孩子，然后把孩子养大。那你们有想到在美国养孩子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或反正就是 I guess a lot of people 会觉得这样子很好，就是但是有没有什么的挑战呢？还是你们觉得一切就顺利？其实因为我们是在你几岁的时候我们全职出来我们就决定全职服侍神嘛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说为你们预备什么教育念大学，因为其实说实在了，很多的华人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有义务帮助孩子完成大学甚至研究所，他们就存很多钱让孩子去念最好的学校。可是因为我们很早我们就已经全职了，所以其实我那个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你们自己要想办法，如果你要念大学或者怎么样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让你们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办法说让你进到什么太贵的学校或怎么样，什么私立学校我们大概没办法 afford， 但是州立学校是还可以。当然州立学校那就是没有问题，对。Well, I do have to say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to college though. 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although 我们的确是没有钱，但是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 didn't go. 只是 at the time I was just thinking like, I think it did help me though really think about like if I wanted to make this big decision， 因为我了解的确钱还是一个因素，虽然不是完全的因素，但它会是一个因素，所以去大学就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决定了。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是很确定我想要去读什么， I would probably be undeclared and I felt like that would be such a waste of money and waste of time，所以我就当时决定那就先 sabbatical 1年在教会服侍，然后再看看不小心1年就变成5年了在教会全职。But yeah, I think because I didn't have the luxury, I have all the money or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so我就必须要更严重的看这个决定。那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时间就是有限每一个决定应该都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不要就觉得4年 who cares。 其实我觉得在这4年我在教会全职，我也有很好很宝贵的装备啦， so I don't regret it. I think I looked at it very seriously and I thought about it and I thought that was the best decision for me. Yeah. 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刚刚我讲，我觉得我们还是真的比较有天国神国的概念尤其那个时候
现在大学教育就是更自由、更 liberal 了啊。那你那个时代就已经整个美国的大学教育都已经开始转向了呀。所以我们没有觉得就说上大学是一定 necessary， 就是好像非要怎么样。我觉得我跟爸爸好像真的都没有那样子的感觉啊，不像是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真的是 very academic， 真的大家就是喜欢念书的啊，觉得这个学位是很有价值的。其实在你们那时候可能学位是真的很有价值，是真的很有价值但是到了我这年代，到你这里我就觉得已经没有那么好，再加上我们在教会的概念 concept， 我真的就没有觉得说非要上大学不可。对I mean, maybe honestly we could talk about this a little bit more too. 因为我们那天去一个教会分享之后，也就有一个妈妈问我们这个问题嘛，就是国维牧师、三位牧师，为什么你们能够让你们的孩子不去上传统的教育系统？我觉得很多人的确会对我们家做的决定很好奇，就是你们怎么有这样子的勇气，或者看见让你们的孩子真的就是不在这样子传统的系统里面。那像妈妈说，可能你就是真的已经因为信仰的关系，你不去重视这个了。Do you think is that the only reason? Or maybe for mom that's the biggest reason. 那 for 爸爸呢 like what 你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或者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40岁信主嘛，我45岁就蒙召，我们就出来全职了嘛，然后其实我就开始突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好像不是一定要用学位吧，就是尤其这种学位这种东西其实它很狭窄，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一生都有可能会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 True, especially now. Yeah, a lot of people switch maybe careers a dozen times in their lifetime. 对呀，其实我最近才看到一篇，这跟当时决定是没有关系，不过我现在回头看是哇，你知道很多所谓的博士啊，其实应该我们中文叫博士啊，其实应该叫侠士。他学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广博的，他是很 narrow 的。他就学一种蛋白质，一个 biology， 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研究一种蛋白质 protein 或者 DNA 或者某一段，然后他就拿到一个学位。可是你知道最近就是那个用那个Google 他们有一个就是这种 protein 的这种 folding， 他一两年就把那个几百万的 protein 全部解开了就是那个那他们说那个基本上大概可以就是3万个博士学位或者多少万个博士学位做的 research 所以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过去的 solution 解决问题方法都是 divide and conquer 然后越 divide 你最后就只要研究这一点点东西，你就可以拿到一个 PhD。 可是现在因为有这个 AI 出来其实很多的这种解问题的方法跟以前的这种已经不一样了呀。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的人如果真的要去学 PhD 其实他的 knowledge 其实是很狭窄的，而且我认识太多的人是他们去念的时候，还正在念的时候，那个科系已经就 obsolete 了。Yeah, 就是 even 就是 semiconductor， 或者你研究什么 memory 啊，研究什么 programming 啊，你正在学这个东西，你学得很精，你还没毕业，这个东西已经 outdate， 已经 outdate。所以我那时候就，而且反过来讲，我也认识有人，他是40几岁才去念 PhD。谁你知道 Brené Brown。 他40几岁他才回去念，好像是回去念 college 还是 graduate school I forgot， 但他后来念了 PhD。他是40几岁，他知道他想要念什么，他知道他想要去研究这个，然后他就回学校就专门念这个。所以他不是因为考上了这个系
你知道台湾很多的学生，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上了大学以后不喜欢自己的系，因为他念那个系不是因为他喜欢，是因为他被分配到那个，所以他就想要转系，然后转不成，然后他就很 frustrate， 然后就勉强把它念完，然后毕业之后。他做的工作跟他念的大学学位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何必浪费时间？而且自己也很痛苦，也浪费国家资源。说实在的， Yeah， 这个部分是真的，我不太了解台湾做事的方式，就是你考到一个系，然后你就去读那个系，就是说不是你台湾不像选的美国哈，你念那个大学，你可以申请 undeclared。Yeah， 那你通常就是你自己选你要的啊。那是你在美国大二之后，2年级、3年级，你再决定我想念 psychology，我想念 engineering 啊，大学1年级就是 general。台湾没有台湾你高中一毕业，你选就要选我要念哪一个组，我要选医科，我就以后就只能在医科里面选。好，然后我要念 engineer， 我就以后，而且 engineer。我高3的时候，我就已经要 determine 我是 medical 的还是 engineer 的还是 social science。然后进大学的时候，你也没得选。我进大学的时候，我就是科系哪一个 department， 大一就决定了，一进去就决定了，没有说 undeclared。台湾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人进了大学以后，第1年就准备转系了。所以还是可以转啦。那个竞争太激烈了。那个转系的那个竞争比你考大学更难。然后转不成，那怎么办？你还要不要继续念？现在有些学制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吧？没有啊，还是这样子有改变了不是？学制那个是考进去的方法。你说108课纲啊，考的内容啊，有什么甄选，有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进去之后，你要进去就是选定了呀。然后你想要再转系，那就一样，大家来竞争了呀。所以不管是台湾的教育系统或者美国的教育系统，其实就是很多东西 is outdated, right? And maybe it's not the best fit for the student and not the best fit for the times. 就是对于现代可能其实不是那么，其实所以那天我们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就讲嘛，其实我觉得也就很关乎这个孩子以后想要做的事情。但如果孩子都还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那有必要去花这个钱花这个时间去读个大学吗？但是如果孩子知道了他要做什么事情，那就可以去考虑适不适合去读大学。Because 其实你也要真的去想，很多东西你真的也不用一个大学学位去做的。Like myself， 后来我就决定做音乐。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他是真的就去读了一个音乐的硕士或博士，或者然后 composition 的一个 major， 他们完全不是在这方面做这方面现在。Yeah， 好可惜。 And like 我连一个 degree 都没有，但是我现在仍然还在玩音乐，写了100多个首，就是 it's like for me it's fun， 然后 for me 我还是在做这件事情，是实际用手在做。但是你去一个学校，你去研究那么多，去读那么多书，然后后来你都没有做，我觉得就很浪费啊。So but if you want to be a doctor, you know, if you want to be，I was gonna say a lawyer， 但是其实很多人也可以不用去 law school 就可以当 lawyer， because all you have to do really is pass the bar. Yeah. So 如果你很会读书背书，其实你也可以就当一个 lawyer。bar 或者像 CPA 做 content， 如果你能够考试通过，那你的确是可以不需要。Yeah, well, yeah, and to be an engineer,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to? No, actually， 你讲到 engineer， 现在的 engineer 其实很多的公司他要的不是你的 diploma， 你的学位，他要的是你有没有 certificate，你能不能通过一些这个检测资格考，资格啊？那你证明你会这个东西，你比你有一个什么很好的大学学位更重要。Yeah, because they want to know that you can actually do what you need to do. 就是 can you actually code that and can you actually solve this solution? 不是只是你上了什么课 ，can you actually
do it。所以像我也认识一个朋友啊，他后来就转行变成一个 coder， 一个 engineer， 他就去上了一个什么 highly intensive 的那个 boot camp， 几个月，然后他就成功的转行了。对，你不用去读4年的一个什么大学，他还拿了 master degree， 那是他就 totally 转行。Yeah。所以 really 像音乐 depends。也是一样啊，妈妈就练了个半天哈。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 talent 那个很重要，兴趣，所以妈妈在你身上看到的是 talent。热情。我真的觉得这个文凭有的时候是没有太大的作用呀，因为这个世界要看的就是你到底会什么。好，你的恩高在哪里？你的 talent 真的是有没有彰显出来？那个还是最重要。我听过一个牧师嘛，他说其实最快乐的人就是这种叫做 convergence， 他找到他的 convergence。 他说什么叫 convergence？ 就是你的 talent， OK， 你有这个 talent， 而且呢你有这个热情，而且你还能靠这个赚钱。那你说我很有热情，我想打篮球，可是你只有160公分，那有热情没有用，你要有那个 talent。 但是有 talent 也不等于就是说有人很会弹钢琴，可是他就没有办法靠这个赚钱，或者没有这个热情，那也是 wasted。 所以你如果是真正的 convergence， 是又有 talent 又有热情，然后又可以靠这个赚钱，可以靠这个为生的话，那这个人是一个最满足的人。Amen。 I guess that's the true American dream. That's the true American dream.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这个 dream， 我们会 lose sight, and then we buy into the lie that you need this and this and this and this. But actually, 可能就是不用。 And actually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印象蛮深刻，就是爸爸常常也会有一些看到一些 在我们社会里面的一些典范。For example, like 我们现在很多很有影响力有钱人 like Elon Musk or Bill Gates or Mark Zuckerberg, Steve Jobs, all of the above，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什么？都没有念大学。他们有念了，但是他们就退学。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找到了他们的 convergence， 他们找到了他们真正有兴趣的又可以赚钱，然后他们有 talent 的事情，他们就发现 I don't need this college 而且很 degree， 热情，非常热情的。 when you find that you don't need all of the other stuff， 其实你就去做你真的That's really it， 就是这个 convergence。 那后来这些人他们就自己去创业嘛，然后就很成功。也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你一创业就会成功，但是 you try and you try and you try， 然后最终就是 the goal is 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找到那个 convergence， 就是真正你有热情的，你也是在这方面有恩赐的，然后可以赚钱。那我觉得这是 the ultimate dream for everyone， 然后应该也是很多 immigrant 他们去美国希望可以追求的梦想，对不对？我觉得在美国教养孩子还是真的比较没有压力。我现在回到台湾有时候看到好多的父母亲光是那个孩子的上学就是焦头烂额。有时候跟学校的沟通啊，还有老师的问题啦，还有同辈同才同学的问题啦，真的好辛苦好辛苦。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美国教养你们，我们真的好像就是在教会的里面，然后就相信这个你们放牛吃草就是真的就是会 OK。 我带你们就是去每天有的时候去 library 借一大堆的书。没有去过什么补习班？我们也从来没想过补习班。我还问过 Melody， 我说 Melody 你有没有考试，有没有做过弊？然后 Melody 就看着我说 Why？ Why？ 为什么要作弊？对啊，为什么？我说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多从小到大都很会作弊，包括爸爸在内因为我们都想要赢过别人，都想要用竞争的方式，所以教育其实到后来变成让我们就是很多投机取巧而不是真的学到东西其实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教授在这个伯克利，他跟孩子就跟学生讲，他说你们考试不要作弊。他为什么？他说
你现在作弊，你通过了什么什么，到时候哪一天你真的去做了那个 position， 你要去抵战一个 bridge， 然后你才发现说你是考试作弊来的，你不会设计 bridge， 然后那个桥结果结构有问题，然后就造成那个社会的伤害，造成那说划不来，你不要作弊，不会就是不会，不要用那种作弊的方法去得到那个位置呀。你把真正会的人，你用作弊把那个真正会的人挤下去了，结果你变成是社会的败类。Yeah. I was just reading a book today, 就是 as the book is called Writing Well. And then it talked about 为什么很多人对写作很恐惧，因为我们已经太成功导向，我们都已经想到我写完了之后我要拿到什么 grade， 然后它整个的呈现应该要是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已经想到就是 end goal， 我们对这个过程就很恐惧，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张白纸。但是他就讲说你现在先不要想到结局会是怎么样，你就想说你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很享受写作的过程， 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abou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And how do you want to express it? 就是这种问题你多去花时间，而不要一直想说我写完的时候要得到什么 grade 或怎么样。他其实说这个也是一个 very American 的想法，因为 America is all about the accomplishment and how it looks and like just at the end product and capitalism or whatever, 就是 making money, how can I sell the piece, 就是我写完我要怎么卖 and stuff like that. 就是你先不要去想这个，因为你如果一直去想人家要怎么买或者怎么卖，你不会写，就是你会恐惧啊，或者人家会怎么想，人家读的时候会怎么看。Don't think about that. Just enjoy the process. So 我觉得 maybe for me that was my education too. 因为的确就是因为我不是在一个传统的教育系统里面，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像妈妈说什么考什么成绩的压力，因为我没有的比较。I was the only person in my grade, in my class. I'm the smartest one and the dumbest one. 反正就是 there's only me and my brother. 就是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读书跟这个整个教育系统 is for me, it's not for anyone else.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其实的确就是在享受这个过程。I feel like 我在读的书，还有我在得的科系，不管是 science, world science, or chemistry, or math, or statistics, I feel like I was doing it for myself, even if I don't enjoy the subject. 但是我会觉得 OK。This is my education, 也没有感觉特别你们有给我任何压力，因为你像妈妈说放牛吃草。所以至于现在如果我感觉我在什么方面是还有缺乏的，我需要再去学习的，我不会觉得很有压力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 OK 那就理所当然，那我就去研究这件事情，我不会觉得特别的 anxious。 其实有时候爸爸我觉得你还蛮好笑，其实有时候我看爸爸他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或他不懂的东西，你会好紧张哦，你超级紧张 and I'm like why are you so nervous? Just 你就好好去研究，你就好好去读那个 manual or whatever, but 你会惊恐惊吓。爸爸你有没有讲讲小时候累积的这个呀，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真的。不过也是因为有时间压力，就会让我特别惊恐。对，但为什么你要拖到那个时间你才去做这件事情？就是 because 你还是在一种的害怕里面。其实像我爸爸被压制坏了，因为 you're procrastinating because you're in fear, so you keep pushing it back into the last minute. 然后 the last minute 的时候你当然就会惊恐惊吓。但对我来讲，其实 because of homeschooling 我可能也就学会时间安排。I'm like, okay, if I know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there, I might test run a day ahead.Or whatever, or I might prepare in a certain way. 就是 and there's no fear attached. 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害怕恐惧，所以我不会特别也需要去 procrastinate 这件事情。But I feel like when there's fear, 有惧怕在这件事情上，你会一直要拖啊。我可能需要做意志释放。对啊，我的确。我 procrastinate 的原因就是我会拖延，对，的确是因为觉得自己做不好，然后就
越觉得自己做不好，就越想拖延，结果这个然后就真的压力做不好真的就做不好了。 Yeah, Yeah. it's like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Yeah.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讲完我会不会得医治，不过 anyway 这个问题被显露出来。爸爸特别在这个时间上面，他以前常常都做噩梦，就是考试，我每次考试都梦到我考试写不完呀，然后就说糟糕，我就screw 吓 up，醒这样子。很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太可怕的从小到大的那个系统里面出来真的呀。See, the thing about homeschooling is 我从来没有在写作的时候是被时间限制。Wow, good for you. I like 没人管 I 你 never really felt that time pressure before. Like 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 essay 或者我要做什么功课 I had the whole day to do it. Can you believe 我大学联考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大学联考的题目叫做我所读过的一本书或者一本书的启示。 Actually it's an open question， 就是说你写一个书是你读过的，然后你从这本书得到的启示，就这样一个这么 open 的题目。他那个满分作文30分，我只得了8分。Do you know why？ 我写了一本我没有读过的书。I just made it up. Why would you 就想是因为你没有读过书吗 Because I wrote a politically correct， 因为我就我就写了一本书是我们当年的总统的书，好可怜哈。然后那你还敢写一个你没有读过的？他就觉得是政治正我确，觉得说他出这样的题目一定是要我们写这样的题。 political correct。对对，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在这种政治恐惧里面长大的孩子呀呀。你没有想说他真的就是想要看你对于你真的有读过的书的想法？不知道。 You just want to write what they want. Yeah, what yeah, you yeah, think yeah, that they want. exactly. Yeah, Yeah, 就是写一个 that's sad. 他们觉得 Very 是 sad 对的书。Yeah. Yeah, 所以我那次我的国文大概只有50-60分。yeah. That is pretty sad. 因为 the book that I mentioned, Writing Well, it talks about like 因为这个老师他就是很会写嘛，然后他也是教学生怎么写。他说主要一个 principle is write for yourself. 你写任何东西，主要是 you have to realize you are the author， 所以你的成分是很重要，是很大的一个部分。你这个人很重要，你怎么表示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就是重点，所以你不要好像隐瞒这个东西。And write for yourself， 如果你觉得有趣，你就写。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如果他学生今天跟他说，他觉得他今天写的这个是什么其他人会很喜欢读的，或者 it should fit in this magazine or it should fit in this because I feel like 他说通常他对这种 piece 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because he can tell that they were writing it to try to say something that they think other people want to hear, but he wants to read what you want to say. Yeah, 要 be genuine， 真的 Be 不容 genuine. 易呀，不容 Be 易。 yourself. 因为那个要很勇敢 ，open 自己，真的把自己 open up。 But the Yeah. thing is, 如果你真的愿意 be yourself， 然后写出来，你可能那天就会得到满分。但就是因为你想要去 please please other people， them， 他们就给你一个不好分数。真的 So the harder you try to be someone you are not, 是。 the more you will fail 这 because 真 you 是 are 可 not 是我跟你 that 讲， person. 台湾的真教育是中西方这时候那个教育的不同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真的就是这样子呀。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慢慢改变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造成爸爸写任何东西他都有恐惧，即使那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然后他连写情书，连写这种信他都害怕，我连写信给我爸爸他也怕。我没办法写。你知道我写给我爸爸信，我只写了第一句话，敬爱的父亲大人君见，就是用那种很 formal 的那种，然后写完第一句话后面就不会了，像要写作文一样，但他就不。然后后来我已经不会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每个月会寄钱回，就是那个寄钱回来家里，我就放个支票，然后就写不出话来。有很多东西被卡住了。好，那个
那种情感也出不来。对那种真诚真实的东西出不来了，你看多恐怖！所以他需要做内在医治。所以或许回到这个文化的区别，就是 immigrant parents versus the second generation 的 children， 通常也是在这方面就是最大的差别。通常都是父母亲第一代的移民，父母亲比较不会沟通自己的想法、内在世界，但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这些孩子其实比较会沟通，然后语言能力比较强，不管是写作文啊或者讲话英文沟通 everything 就是比较强，所以这个也会成为他们家，这是在家里面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孩子没办法跟父母亲沟通，没有这个语言，是，但是同时没有沟通的语言，一个是讲英文的，一个是讲中文的，同时也没有情感的语言，因为孩子可能很多情感，但是父母亲在这方面是缺乏的，或者是 it's stunted， 没有被训练了。Yes， 对，所以你们觉得你们因为移民到美国，在这方面就有好一点吗？因为整个文化就比较，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觉得我们是信主，不是真的因为说我们是移民美国。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子叫做陈婷婷，她是那个 Olympic 溜冰的，还得了奥运。进到奥运不知道前几名我忘了，反正是很优秀的。可是我听说后来他就是跟他妈妈就 break up， 就是台湾的台湾的台湾或移民的，对，就是说这种是很 typical 在美国，就是两代之间父母亲会把他们的期望加在孩子身上，让孩子有很高的成就，可是事实上是他们 sacrifice 牺牲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亲情，很多是用压抑的责骂的，所以即使好像很优秀，可是最后根本就是得不偿失。 Yeah， 孩子也失去那个自由成长的机会，跟那样子的一个喜乐吧，所以也蛮 sad 的。Yeah, well, I guess that happens in every culture 啦，就是如果父母亲开始比较重视成就，像我今天早上也在听一个 podcast， 他从小是一个 child actor， 但是还好他没有遇到一些很多 child actor 会遇到的问题，但是他有看过。那通常 child actor 如果他的通常是妈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妈妈有一些就是会把他们自己期待放在孩子身上，然后会利用孩子的成功，可能是给他自己一些成就， and then a lot of these children they grow up or they don't grow up yet, they choose to be emancipated 就是跟父母亲，就是父母不能再管我的金钱方面嘛 right， 就是 it's like becoming an adult before you're 18， 这种事情在美国也是会发生啊，因为 I think it's just yeah， 就是当父母亲跟孩子界限不清楚，然后就开始利用孩子， so it happens in every culture yeah， 但是像爸爸说了，可能不是美国跟华人文化的区别，是因为信仰，我们是真的是因为信仰，然后在信仰的里面，我们开始有神在我们家做主了哈，所以就不是说，所以就像我们回到之前，我也没什么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西方文化，我们也没有什么觉得东方文化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我们就是希望你们好好的在神国的概念里面成长。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念这个天国尊荣文化的时候，我们还真的就有跟你们谈，爸爸也还特别用一些这个天国尊荣文化的方式来教导你们，我们真的就有这样子做。你说跟我们谈什么？我不太记得。像什么大卡车啊、小卡车啊。有啦 hammer 啊，反正怎么样的管教啊，怎么样才是真的是 let go 啊，我觉得很多这种观念是神国的概念。对彼此尊荣
感谢主，我们有信仰了。And I have to say for myself, I mean， 也许认识我的人或者看我们节目的人也会感觉，哎 ，Melody， 虽然我是 ABC，I also do feel like I'm not like super American. I am American in a lot of ways. 但是 I mean I think it's mostly because I was homeschooled 啦，所以我的确还是就是 I'm special. I don't know.我有一点脱离这个社会，所以but I'd like to think 像妈妈说，我们就是比较是天国文化，不是说所谓的美国文化或者台湾文化。我觉得就是天国文化，所以不是说谁比谁好，都有好跟不好。但我们至少我们都愿意学习，然后越来越像耶稣，彼此相爱，彼此学习，每一代也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我们就是彼此学习。阿们。Amen。好，谢谢大家观看。如果你们有什么提问关于教养孩童的，或者 even I'm thinking like in the future episode we could talk about adult children， 因为 because that's our relationship now。and what that relationship is like. I don't know， 你们有好奇吗？就是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想要问我们，可以留言。谢谢大家观看，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跟打开小铃铛。拜拜，拜拜。